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啊，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和那个可以一起吃吗？它们之间有什么冲突没有啊？这些问题呢，有点像营养素的邻里关系。大多数时候呢，人体内的营养素是可以和平共处，然后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社会的。但在有一些场景下，营养素的特点还有摄入的方式，决定了它们之间会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就有点像因为抢地盘然后动手打架的邻居，相互竞争吸收渠道，甚至降低彼此的作用。结果呢，是你花了钱，但效果呢打了折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说说这个问题。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我是课代表 Tim，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网址是 livepluscanada.com， 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说营养素打架更多是个比喻，更专业一点的表述方式呢，是说营养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具体的说，是指两种或者多种营养素在体内的吸收、运输、代谢或排泄过程当中发生的相互影响的现象。这种影响呢，可能是积极的，我们管它叫协同作用，当然也可能是消极的，学名叫拮抗作用。这个拮抗作用就是本期视频重点要讨论的。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想象成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而营养素呢，则是各种不同的车辆。有些车辆可以并排行驶，这就是协同作用；有些则会相互阻挡道路，这就是拮抗作用。还有一些需要特定的引路车才能顺利通过，你也可以把这个叫做促进作用。互相阻挡道路的原因主要有下面几个。一个呢是载体竞争，比如许多营养素需要特定的载体蛋白质来帮助它们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当多种营养素竞争同一个载体的时候，就像很多人在抢同一辆网约车，必然有人要等下一班，也就是营养素没办法尽快在身体里发挥作用。另外一个是 pH 值的影响，因为不同营养素的最佳吸收 pH 值不同，某些营养素的存在可能改变局部环境的酸碱度，从而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溶解度和吸收效率。明白了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我们就可以继续讲解一些待在一起就愿意打架的营养素组合了。钙和铁不要一起补，可能是我和用户最常交代的注意事项。钙和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营养学界研究最充分的案例之一。当钙的摄入量超过300到600毫克的时候，就会显著抑制铁的吸收。原因是钙和铁在小肠当中竞争同一个载体蛋白，它叫二价金属转运蛋白1。这就像前面讲的，两个人同时叫了共享汽车，但附近只有一辆车，必然得有一个等下一辆。而且由于钙通常摄入量更大，所以钙往往占据主导地位。那一项针对18到40岁女性的研究会发现，同时摄入500毫克钙和18毫克的铁的时候，铁的吸收率下降了50%到60%，这对于本就容易缺铁的女性群体来说，影响尤为明显。所以如果你同时在补充钙和铁的话，最好把它们两个错开2到3小时服用。咱们在生活里最容易犯的一个典型错误就是早晨喝了一大杯牛奶，然后马上服用补铁剂。这个时候因为牛奶里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很容易会让铁的吸收率大打折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对冤家，锌和铜。这两个微量元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长期大量补充锌，比如每天超过40毫克，会诱导肠道细胞产生金属硫蛋白。这种蛋白质呢，对铜的亲和力比锌更强，所以会在我们的身体里抢夺铜的离子，从而导致铜缺乏。那有报告显示，一些长期大量服用锌补充剂的人出现过铜缺乏症，包括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和免疫功能下降。其实人体对铜的需求量相对较低，成人每天铜的推荐摄入量只有 0.9 毫克，而且大多数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铜，而且有一些含量还不低，像100克的牛肝会含12到14毫克的铜，100克的黑巧克力也会含有 1.8 毫克的铜，甚至100克的瓜子儿也同样含有 1.8 毫克的铜。所以为了避免补充锌导致铜的缺乏，你可以选择锌和铜在一起的补充剂，像这一种每粒提供50毫克锌的同时也能提供2毫克的铜，可以抵消锌造成的影响。那如果你选择的锌补充剂里没有铜，也可以在补充的时候注意补充一些富含铜的食物，像嚼2块黑巧克力就可以很好的避免铜的缺乏了。其实更多的营养素像过日子的两口子一样，好的时候呢如胶似漆的，不好的时候杀了对方的心都有，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对相爱相杀的组合，钙和镁。把钙和镁放在一起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明明很多人都说镁能促进钙的吸收，为什么说它们有时候还会起冲突？没错，这就是大自然最有意思的地方，很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往往会和谐的纠缠在一起，所以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解释
钙镁的相互作用。在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食物当中钙镁的比例一直是相对平衡的，两者的比例大约在2:1到3:1之间。身体的吸收机制其实也是基于这种天然比例设计的。钙和镁在身体里的作用相辅相成，比如在骨骼健康方面，钙可以提供骨骼的主要结构成分，镁呢可以参与骨基质蛋白的合成，调节钙在骨骼当中的沉积。这个有点像建房子，钙是砖头，镁呢是水泥，缺一不可。那在调节肌肉收缩方面，钙可以触发肌肉的收缩，镁可以促进肌肉的放松，心脏跳动就是这种一收一放完美配合的结果。但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和补充剂打破了这种平衡，比如精加工的食物当中，镁的含量是普遍偏少的。另外，很多人注重补钙，但不注意补镁，而钙和镁在小肠当中需要相同的载体蛋白来穿过肠道壁去发挥作用，就类似于钙和镁都要通过检票口去搭地铁上班。那如果钙的摄入量太大，就是人数众多，那镁就容易挤不上车，直到错过末班车。一般来说，当每天钙的摄入量超过2000毫克，或者钙镁比例超过4:1时，两者的竞争抑制作用就会显著增强，容易导致镁的吸收率大幅下降。所以我接触过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有一个女性的用户50多岁了，每天补充1200毫克的钙，但仍然出现腿部的抽筋。后来发现呢，是她的镁补充不足，而大量补充钙之后抑制了镁的吸收，所以虽然钙是够了，但因为缺乏镁，肌肉还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放松。后来把她的钙镁比例调整到2.5:1之后，情况呢就有了明显的好转。当然了，有见面就打架的，也有相爱相杀纠缠到死的，当然也就有在一起两看相不厌的。最典型的就是铁和维生素 C。维生素 C 呢是铁吸收的最佳伙伴，它能将3价的铁还原成2价的铁，提高铁的溶解度和吸收率。研究显示，75毫克的维生素 C 可以使植物性食物中的铁吸收率提高3到4倍。所以比较好的补充铁的方法是早上空腹就着果汁儿来服用。另一个经典的组合是维生素 D 和钙。维生素 D 可以通过调节钙结合蛋白的合成，显著提高钙的吸收效率。缺乏维生素 D 的时候呢，钙的吸收率仅为10%到15%，而充足的维生素 D 可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0%到40%。说到这里啊，很多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复合维生素里往往这些东西都有，那会不会有冲突的情况呢？答案是，大多数配方虽然经过专业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相互的作用，但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所有的这些相互的影响。所以一般来说，复合维生素或者复合的配方虽然有方便服用、服用粒数少的好处，但其实还是更适用于轻度缺乏或者预防性补充的场景。而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明确缺乏或者想用于治疗性补充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你选择单一的配方，以便于更精准的去补充。好了，本期的核心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么多。其实营养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上面这些内容呢，主要目的是抛砖引玉。说到底，保健品也好，营养素也好，其实还是挺忌讳盲从的。很多朋友听到别人说某某东西效果好，可拿来自己吃了以后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善，很多时候啊，其实就是没有根据你个人实际的需求来补充。比如每天早上都要喝300毫升牛奶的朋友和没有喝牛奶习惯的朋友，补充同样的一款铁，效果可能是相差巨大的。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多了解这些营养和健康的知识。就像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你啊就是你自己最好的营养师。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这个频道呢，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欢迎关注、点赞，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fepluscanada.com， 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想提醒您的是，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